Hello， 大家好，我係 Graham， 歡迎你嚟到我嘅 YouTube Channel。如果想了解更多關於個人理財同埋投資嘅知識，歡迎大家去 subscribe。咁今集啦，就想同大家啦去到分析 Netflix 最新公布嘅季度業績，同埋我對 Netflix 嘅睇法嘅。喺上星期啦，Netflix 咧就公布咗佢第四季度嘅業績啊。如果有留意開美股啦，都會知道 Netflix 嘅股價喺佢業績公布完之後都有急跌嘅情況。咁當日啦就跌咗超過20% 咁多嘅。咁好明顯啦，就反映咗普遍投資者對於 Netflix 嘅業績係唔多滿意嘅。咁睇翻 Netflix 最新嘅季度業績數據啦，咁其實都見到有部分嘅數據又未至於咁差嘅。咁就例如喺收入方面啦，就比起上年同期咧係升咗16%嘅，咁係同市場嘅預測睇齊。而至於 EPS 每股收益方面，就比起市場係高0.5蚊美金，咁係超市場預期嘅。咁雖然收入同埋 EPS 方面啦就冇太大嘅問題，不過喺新增用戶方面嘅數字就比起市場預期差。咁大約啦，就比起市場預期啦係低大約0.5% 嘅啫，咁都令到市場係有啲失望嘅。不過最令投資者失望嘅並唔係今個季度嘅最新用戶增長數據嘅，而係嚟緊2022年第一季嗰個嘅展望啦。先係呢個對 Netflix 股價嘅致命傷。根據翻管理層嘅預測啦，第一季嘅新增 subscriber 咧就只有250萬嘅啫，就比起上年同期係接近400萬嘅新增用戶大跌37%，就令市場擔心 Netflix 係咪已經缺乏咗過去疫情爆發增長嘅動力啊？事實上，回顧翻疫情前，受惠到宅經濟嘅帶動，多咗人被逼留喺屋企抗疫，而令到家居嘅娛樂係需求大增。都可以見到喺呢段期間啦 ，Netflix 嘅股價就由大約300蚊喺1年內已經係升咗1倍有多噶啦。雖然疫情嘅情況啦已經係有緩和嘅跡象，而且各國嘅政府已經係不斷放寬緊一啲社交距離嘅措施。不過，自從喺上年11月中觸及到700蚊嘅關口之後，股價已經係持續受壓㗎啦。就因為魷魚遊戲嘅熱潮就已經係逐步減退嘅，而疫情嘅改善，再加上 Netflix 近期已經冇特別一啲嘅電視劇或者電影係跑出，都令到市場預期 Netflix 短期內都冇乜一啲特別大嘅催化劑去到維持呢個用戶嘅增長。另外，近期聯儲局加快加息去到控制通脹，令到美股整體市場有明顯嘅調整，而部分增長股就例如 Netflix 啦，都出現一個殺估值嘅情況。喺呢個雙重打擊之下，就令到 Netflix 嘅股價係有大跌嘅情況嘅。正如就頭先提到啦，Netflix 嘅管理層喺呢個嘅投資者會議就大幅調低咗未來一季嘅新增用戶指引啊。反映公司依家係面對緊一定嘅挑戰啊。首先 ，Netflix 嘅管理層就提到，過去呢幾年行業嘅競爭啦就變得越嚟越激烈啊。雖然 Netflix 喺行業仲係有領先嘅地位嘅，喺美國嘅市場份額就有超過25%。不過過去嗰幾季嘅市場份額啦，都一直俾其他嘅競爭對手係搶佔嘅。其中主要對手就包括有 Amazon Prime、近期進軍香港市場嘅 Disney Plus、Hulu 同埋呢個 HBO Plus 等等嘅。Netflix 影片內容嘅獨特性足唔足夠令公司長期係可以保持行業一哥嘅地位，係唔少投資者質疑嘅地方。另外，如果有留意開 Netflix 嘅新聞啦，都會知道最近 Netflix 啦就向呢個美國嘅用戶係加價嘅。視乎用戶買緊嘅 plan 啦，增幅係介乎1蚊至到2蚊美金啊。雖然從好嗰方面去睇 ，Netflix 呢一次加價，證明到公司認為佢哋嘅用戶黏性咧係非常之高，所以大部分用戶亦唔會因為 Netflix 加價而係取消 Netflix 嘅串流服務。但係從壞嘅角度去到分析，就可能因為管理層預計未來嘅用戶增長會放慢。
咁就所以將價格提高，去到彌補翻新增用戶減慢嘅缺口。咁雖然相信大部分 Netflix 嘅用戶就唔會因為呢一次加價而終止佢哋嘅服務，不過當然有少部分對價格敏感嘅用戶亦會係流失，而直接影響到公司嘅市場份額嘅。所以加價對於 Netflix 整體嚟講都未必係一件好事嚟嘅。綜合 Netflix 今季公佈嘅業績，整體上我對於 Netflix 嘅未來前景都係唔係太過樂觀嘅。雖然股價已經由高位回調咗接近50%，我認為現階段 Netflix 嘅股價仲有進一步下跌嘅空間，咁所以亦唔建議大家嘗試去到撈底嘅。咁正如頭先所講啦，美國嘅新增用戶增長，我認為基本上啦已經係進入咗一個飽和嘅狀態，而想註冊 Netflix 嘅服務嘅人啦，基本上咧已經係註冊咗㗎啦。所以除非有另一套類似魷魚遊戲嘅大製作啦，咁相信 Netflix 已經係比較難去翻疫情期間咁高嘅增長啊。而去保持佢哋嘅增長動力， Netflix 已經係有不斷嘗試去打入其他新嘅國家。不過暫時啦就未見到有好明顯嘅增長。就例如近期 Netflix 就降低喺印度嘅價格，去到嘗試吸引多啲人註冊佢哋嘅串流服務啊，希望可以打入新嘅國家，為公司注入新嘅動力。呢次 Netflix 股價急跌，可以見證到一啲高增長股嘅波幅係可以非常之大啊！只要公司係唔能夠符合市場嘅預期，就會出現恐慌性嘅拋售。接住呢個幾星期，將會陸陸續續有更加多大型嘅科技公司，包括我一直想建倉嘅 Alphabet， 同埋我一直有持有相關股票嘅 Tesla 啦，同埋 Apple 都會公布佢哋嘅季度業績啊！咁我都期待為大家去到分析佢哋嘅季度業績最新嘅數據嘅。咁有興趣收睇我嚟緊嘅影片啦，都歡迎大家去到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 嘅。最後，如果想知道我自己私人嘅投資組合同埋我最新嘅投資部署，都歡迎大家去到 join 我嘅 Patreon 嚟攞更加多獨家嘅資訊嘅。詳細嘅資料都可以去翻下邊嘅 description 去到參考翻嘅。多謝大家收睇，希望大家係可以 like 我條片啦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 follow 我嘅 IG 同埋 Facebook account。好，今集時間差唔多啦，下集繼續和你賺。